Hello，大家好，我是不追的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你们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全球股票 ETF 到底应该要怎么买？有台版的009826、美版的 VT 以及欧版的 VWRA。那这三档 ETF 呢，都叫做全球股票 ETF，但他们买的范围、基金的费用以及他们的税务架构其实都不太一样哦。那这部影片呢，我会把重点放在哪一档 ETF 可以让你更完整地取得全球股票指数的报酬，因为我们投资人实际投资的是 ETF， 而不是指数的本身，所以我们看到的指数的报酬，其实还要经过基金的费用、股息税，还有个人所得税，甚至是遗产税，最后呢，剩下来的才是我们真正的拿到的成果。那以上这几个费用，我都会在后面跟大家一一的说明。那我们就先从最基本，也是最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开始，那就是这三档 ETF， 他们买到的真的是同一个全球市场吗？那答案是看起来很像，但是呢，完全不一样。那这三档 ETF 都有投资已开发市场以及新兴市场，而且都是以公司的自由流通市值来决定权重。以2026年6月份的资料来看，他们的美国股票的占比大约都是落在62%左右，而且呢，前10大成分股呢也是高度的重叠，像是呢辉达啊、苹果啊、阿发贝特啊、微软、亚马逊、台积电等等。如果你只看前10大成分股，真的会觉得，这三档 ETF 啊，不就是同样一档 ETF 吗？但是真正的差异呢，其实是藏在后面那一大串我们根本就不会打开来看的公司。那我们先看 VT 追踪的是富时全球全市场指数，包含已开发市场、还有新兴市场以及大型股、中型股、小型股。然后呢，它涵盖的范围呢，大概是98%的全球可投资的股票的市值。那截至2026年6月底 ，VT 实际持有大概是有1万多档的股票，是这三档 ETF 当中呢涵盖范围最广的。再来是 VWRA 它追踪的是富时全球股票指数，同样呢也是有已开发市场以及新兴市场，但是呢它只投资了大型股以及中型股，并没有小型股。那官方公告呢，其大约涵盖了全球90%的可投资的股票市场。那截至2026年6月底呢，它实际持有的股票大概是落在3700多档。那换句话说 ，BWI 仍然是一档全球的股票 ETF， 只是呢，它所追踪的指数没有涵盖市值最小的那一些公司。那最后是009826它追踪的是标普 TIP 世界股票指数，那同样包含大型股、中型股、小型股，但它追踪的指数呢和 BT 是不一样的。那贝莱德官网表示呢，这个指数呢涵盖了近90%的全球可投资的股票市值。那截至2026年6月底呢，这个指数呢有2269档成分股，但是呢这一档 ETF 它采用的是最佳化取样的方式，所以呢这档 ETF 它实际持有的标的呢大概是1511档，所以009826呢它并不是把 VT 呢原封不动的就直接搬到台湾，光基金的成分股的差距啊就已经高达了8000档以上，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三档 ETF 它们的成分股其实相差蛮大的，那它们带来的影响会很明显吗？其实好像没有这么的明显，因为成分股虽然差距非常大，但是呢，换算成自由流通市值加权来看的话呢，差距的数字就没有这么的夸张。排在后面的那几千家公司，他们合并起来，因为都是小型公司嘛，虽然合并起来的权重其实也不高，对整体基金的影响并没有这么的明显。但是如果你投资的标准就是，我想要最完整的涵盖全球的股票市场，那目前答案其实非常的明确，那就是 VT 绝对是第一个选择。那范围比较完，接下来我们到底应该要如何去挑选 ETF， 才能最低成本的去进行持有，最大幅度的去获得这些指数的报酬呢？那主要有4大重点，我会带你一一的解析。那第一个会吃掉指数报酬的成本就是内扣费用。这里所谓的内扣费用呢，是基金直接从资产里面扣除的成本。它并不会寄一个账单给你，告诉你，你这个月或是你今年被扣了多少钱。所以呢，很多人会忽略这一件事情，但它却是实实在在影响我们报酬的一个关键。如果只看这三档 ETF， 目前官网揭露的数字啊 ，VT 的内扣费用是 0.06%，VWRA 则是 0.14%。009826的话呢，目前呢只知道部分的费用，因为它成立至今的话呢是还没有满1年的时间。那它的经理费大概是0.45%到0.4%，那保管费的话呢则是0.15%到0.1%。
另外还有一个0.045%的指数授权费。那随着基金的规模越大的话呢，它的经理费跟保管费就会逐步的下降。那截至我拍片的当下呢，009826它的基金的净资产大概是落在51亿台币左右。那以这个规模来进行计算的话呢，它的一个固定费用目前大概是落在0.615%。那要注意哦，0.615%仍然不是009826它完整的费用率，这个只是一个估算值。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内扣费用的试算。那假设呢，我们投入的资产一开始是100万，然后呢，这些 ETF 呢，他们每年能给我们带来8%的年化报酬率，然后接下来每个月的话呢，我们都投入1万块钱进去。那以这些 ETF 他们目前给我们的一个费用率计算下来的话，持续20年的时间，这些 ETF 他们最终获得的报酬将会差距非常的明显。你可以看到 VT 将会比009826多了将近90万，那 VWRA 的话呢，则是多了将近68万。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单看目前官方揭露的数据，你就可以计算出这些固定的费用。VT 的话呢，它绝对是最划算的。那 VWRA 的话呢，则是排名第2。那00986的话呢，则是明显高出许多。那长期投资下来的话呢，绩效肯定会受到蛮大的影响。那基金费用最低呢，也不代表说呢，投资人最后留下来的报酬一定是最多的。因为下一个成本才是我们台湾投资人选择这些全球股票 ETF 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关键，那就是股息税。那接下来第2个会吃掉我们指数报酬的成本就是股息税。那这里呢，很容易会出现一个误解，那就是有人会认为 ETF 它的配息呢是采用累积型，并没有将股息配到我的账户当中，那我是不是就没有股息税的产生呢？那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没有配息不代表没有股息税。我们先看这3档 ETF 的配息方式。 VT 的话呢，它是采取每季配息，那 VWRA 跟009826都是属于累积型的，也就是说呢，这些基金收到股息的时候呢，会将股息留在基金的净值当中呢，继续投资。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同一笔100元的美国公司的股息来追踪这3档 ETF 它们不同的税务流向。那这里呢，我们就先暂时不比较其他国家的股息税，只比较权重高达60%的一个美国公司。那一笔股息呢，从美国公司呢走到我们投资人的手上呢，总共会经过3个税务层级。第一个税务层级就是证券所在国到基金所在国的这个过程，那这取决于证券发行国还有基金注册国他们之间的双边税务协定。那接下来的话呢，第2层就是基金所在国到我们投资人账户之间的一个流程，这取决于基金的这个注册国呢，它的自身的税法，以及这个国家呢和投资人居住的国家之间他们的税务协定。那第3个层级就是投资人所在国的所得税，那取决于投资人居住国的一个税法，例如台湾的海外所得税或者是最低税负制。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会先比较前面的2层，那至于第3层就是下一段要讲的台湾海外所得。那首先是009826它持有的美国公司如果配发出100元的股息，因为009826是台湾注册的基金，而且呢，台湾目前和美国是没有签订什么租税协定的，所以在第1层证券所在国美国到基金所在国，也就是台湾之间呢，这笔的美国来源的股息呢，就会被课征30%的美国的股息税。所以100元扣掉30元之后呢，大约只会剩下70元。那这70元就会留在基金的净值里面呢，继续投资。我们虽然没有收到股息，也没有看到券商显示这些扣税，但是呢，这笔股息税已经在股息进入基金之前就已经被扣除了。那 VT 呢，美国公司发出来的100元的股息会先进入 VT 当中，因为证券所在国和基金所在国同样都是美国，所以呢，第1层并不会产生什么跨境的股息预扣税。但是呢，当 VT 把这一笔股息配给非美投资人，像是我们台湾的投资人，这时候呢，就会进入第2层，也就是基金所在国，也就是美国到我们投资人账户，也就是台湾的预扣税。那这个预扣税的话呢，一般就会被课征30%的股息预扣税。所以呢，台湾投资人的账户当中大约会收到70元的现金股息。那 VT 和00986在这个简化的案例当中，最终这些股息都会只剩下70元。差别在于00986是在第1层，也就是美国公司配给台湾基金的时候呢，就被预扣了。那 VT 则是在第2层，也就是美国的基金配给台湾的投资人的时候呢，才被预扣的。那最后一个 ETF 也是欧美富豪最喜欢的爱尔兰的节税架构，那就是 VWRA。 因为美国和爱尔兰之间是有租税协定的，所以在第1层证券所在国，也就是美国到基金所在国爱尔兰之间，他们的预扣税呢，就从30%呢大幅的下降到只剩下15%。所以呢，100元的股息呢，扣掉15元之后呢，最终会剩下85元。而
而 VWRA 又是属于累积型的 ETF， 这85元并不会配置到我们的账户当中，而是直接留在基金的净值里面继续投资。所以这3条路径呢放在一起的话，你可以看到009826呢拿到了100元的股息，最终只会剩下70元。那 VT 的话呢也是一样剩下70元。那 VWRA 的话呢最终会剩下85元。这就是为什么累积型的 ETF 呢它不等于是免股息税哦。不过还是要注意的就是呢，这个案例呢我们只比较美国公司所配发出来的股息，这3档 ETF 还是有投资其他国家的公司，各国的股息预扣税并不相同。那现在呢股息预扣税我们已经看完了，那税的方面已经完全结束了吗？当然是还没有结束的。刚刚我们还有提到有第3层的税务啊。当你收到海外 ETF 配息，或者是呢你卖出了这些海外的 ETF， 像是 VT 或是 VWRA 获利的时候呢，这些钱到底要不要记录台湾的个人所得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税务层级的第3层，也就是台湾投资人的海外所。那这边我们先以台湾税务居民个人为前提，我们先看这3档 ETF 的差异。009826呢，它是台湾成立的，在台湾上市的 ETF， 而且呢，它是采取累积型的方式，不会将股息配到我们投资人的账户当中，因此呢，这些股息就不会进入第3层的个人海外所得。也就是说呢，它将我们的股息呢直接变成了价差。那 VT 和 VWRA 则是属于境外的 ETF， 那 VT 每期会配发现金股息到投资人的账户当中，属于投资人的海外股利所得。那 VWRA 与009826同样都是属于累积型的，故也是没有产生海外的股利所得，同样都是将股息变成价差。那我这边要补充的就是呢 ，VT 和 VWRA 都是属于海外 ETF， 未来你卖出这些 ETF 所实现的资本利得或者叫做价差，都是属于海外证券交易所得哦。所以 VWRA 它的一大优势就是它可以递延税务。原本这些股息配下来，当年度我们就要认列这些海外所得，但是呢，它将这些股息变成价差，那这些价差只有在卖出的时候呢，就是实现所得的时候呢，才需要认列，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递延税务的功能。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资金需求呢，再分批的卖出，主动管理每年我们要实现的海外证券交易所。那有钱人呢，就是非常喜欢这种方式。举个例子哦，假设你某一年呢，你已经赚了几千万的海外所得。然后呢 ，VT 呢，它仍然配了几百万的股息给你，那这些股息呢，就会继续增加你当年度的基本所得额，那你就要缴更多的税。那 VWRA 的话呢，它没有强制的配息，你就能自行的安排哪一年呢，你要卖出多少的部位。那这时候呢，就又有人会担忧了，他就想说，这些累积型的 ETF 啊，导致我退休的时候呢，完全没有被动收入，那应该要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一期影片。那这期影片呢，我就是用500万的孝亲费实操，完全去投资这些累积型的 ETF。我会教你我是如何使用提领的方式呢，帮我爸妈创造稳定的退休收入。那接下来有海外所得，难道我们就一定要缴税吗？并没有哦，我们还要看2个重要的门槛。第一个门槛就是100万，同一个申报户的话呢，他全年度的海外所得未达100万，就不用记录个人基本所得额当中。但是呢，只要达到100万，就要把全部的海外所得记录。但是呢，记录不等于马上就要缴税哦。第二个门槛就是免税额750万，海外所得还要加上综合所得金额，还有其他的最低税负的相关项目，合并计算呢，会变成我们的个人基本所得额。个人基本所得额如果没有超过750万，就没有基本所得税额的问题。超过750万的时候呢，才需要将你的基本所得额减掉750万，再乘上20%，算出你的基本税额。最后呢，你要拿你的基本税额跟你台湾的一般所得税额去进行相比，只有当你的基本税额高出你的一般所得税额的时候呢，才需要再去缴交这2者之间的差值。所以简单记住啊，100万的话呢，就是海外所得的记录门槛；750万的话呢，是基本所得税额的计算门槛。那如果你真的走到了需要补税的这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先恭喜你啊，代表说呢，你今年真的赚的非常的多。这时候呢，累积型的 ETF 就会变成你的优先选择。那接下来最后一个会影响我们拿到指数完整报酬的一个税，那就是美国的遗产税。它不会影响到你的本能，但是呢，它的影响很大。那这3档 ETF 里面，只有 VT 这档 ETF 会涉及到美国的遗产税，009826跟 VWRA 一般是不属于美国遗产税的课征范围。这里我们先以居住在台湾，同时也不是美国公民的投资人为前提。那美国国税局规定，非美国公民或者是非美国居民过世的时候呢，如果持有的美国境内资产超过6万美元，
那遗产的管理人原则上就要进行申报。那这个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高达40%。这时候就有人会说，我使用台湾的复委托购买 VT 或者是一些美股的 ETF，可以避开美国的遗产税。你觉得这个问题它的答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答案是错误的哦，因为透过复委托，美国那边看到的通常是台湾券商或者是保管机构的名字，不一定直接看得到背后是哪一位投资人持有。但是你要注意的是，美国虽然看不到我们这些投资人的名字，但不代表这个股票啊，它的所有权不是在我们身上啊。实际上呢，这些股票就是我们的资产。所以呢，照规定来讲啊，台湾投资人透过复委托去持有 VT 或者是一些美股的 ETF 的时候呢，过世的时候呢，这笔资产依然要纳入美国遗产税的判断。但为什么还是有人会说，美国并不会课税呢？主要是因为现在是一个灰色地带。我们前面有讲到，美国不一定知道这个 ETF 它背后到底是哪一位投资人去持有的。而且呢，他到底有没有过世也完全不知道，所以实务上呢，要怎么被发现、怎么执行，确实没有这么的透明。但这只是一个灰色地带，美国政府呢，并没有法律明文表示这个部分是免税的哦。所以呢，我并不会把台湾的复委托当成是可以完美避开美国遗产税的一个稳定方法哦。所以我们将这3档 ETF 放在一起比较 ，VT 的话呢，它是美国注册的 ETF， 就会涉及美国的遗产税的规则。透过复委托持有呢，也不代表呢它是完全合法免税的。那 VWRA 呢，它则是爱尔兰注册的 ETF， 那009826的话呢，则是台湾成立的 ETF。这2档 ETF 呢，都不列入美国遗产税的课征范围。那补充一点的就是呢，这里避开的是美国的遗产税。我们台湾投资人过世的时候呢，依然还是有遗产税要缴。这些 ETF 呢，会列入我们台湾的遗产总额当中，依照台湾的遗产税的税法去进行处理哦。好，那我们前面讲完了4个会影响我们获得完整指数报酬的因素。接下来的话呢，我要补充一个常见的一个汇率的迷思。这3档 ETF 啊，你不管是选择哪一档 ETF， 不管它是使用美元计价还是使用新台币计价，都会受到汇率风险的影响。像是009826呢，虽然它可以使用台币买，但是呢，基金持有的依然是属于美国啊、欧洲啊，或是日本等市场的全球股票。这些海外股票呢，它们的价格还有汇率的变动呢，最终呢都会换算成新台币，反映在基金的净值当中。所以呢，我们用台币购买009826，只是省下自己换汇的步骤，并不代表完全没有汇率的风险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将这3档 ETF 放在一起，我们到底应该要如何去进行挑选呢？首先是009826，009826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购买非常的方便，它在台湾上市，而且可以直接使用台湾的券商，用台币进行交易，而且呢，它又是属于累积型的 ETF， 又不涉及美国的遗产税。但是呢，它目前的基金费用啊，真的是比较高啊，实际持有的股数呢，也比另外2档少上非常的多。所以009826呢，它主要是适合想要在台湾完成所有的操作，然后呢，重视便利性，而且呢，可以接受比较高昂的持有成本的投资人哦。那接着是 VT 这档 ETF 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涵盖范围是最广的，它有来到1万多档的股票成分股。而且它的基金费用也是这几档 ETF 当中最低的，只有 0.06%。同时呢，它也是进行每季配息，可以提供你一个股息现金流。但是呢，投资这档 ETF 还是要留意的就是它的海外所得以及它的美国遗产税。因此 VT 这档 ETF 呢，它主要是适合重视全球市场涵盖范围、低基金费用以及呢希望定期收到现金股息的投资人。最后是 VWRA 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税务结构，它是属于一档累积型的 ETF， 而且呢它的美国股息税呢只有 15%， 而且还免征美国的遗产税。但是呢它的成分股只有大型股跟中型股，所以呢 VWRA 它比较适合那种你想要长期投资长期累积，而且呢你不需要现金的配息，同时呢重视股息税以及遗产税架构的投资人。像 Kevin 我自己为父母配置的退休账户，我就会优先去选择 VWRA。 那现金流的部分的话呢，我就会靠我的提领策略呢永续的操作。那刚才说到以 Kevin 我自己的条件啊，我会优先的去选择 VWRA。那 VWRA 到底要怎么买呢？那我直接打开我自己专门准备父母孝亲费的 IB 盈透证券的账户，直接示范给你看。那这个账户呢，目前有14万9千美元，折合台币的话呢，大约是落在500万台币左右。
那这账户当中只有2档 ETF， 一档 ETF 是 AGGU， 那另外一档 ETF 则是 VWRA。那 AGGU 它主要是投资全球的政府债券，那 VWRA 的话呢，它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 ETF， 它是投资全球的股票。那这2档 ETF 全部都是属于爱尔兰的节税型的 ETF。那我们点击旁边的投资组合，那点击下去，我们往下滑，你可以看到 VWRA 在我这个账户当中呢，大概占据60%的比例。那 VGGU 的话呢，则是占据40%的比例。那这就是我进行一个全球股债投资，然后来配置我爸妈的退休账户。那我们要如何去购买 VWRA 呢？那很简单，我现在操作给大家看。我们在上面社区这边输入 VWRA， 输入之后呢，我们要找 LSE ETF， 这就是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它的一个代号。那我们就点击下去。好，那点击下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 VWRA 这一档 ETF， 它现在价格就是194.82美金。然后我们点击买入。买入之后呢，我们就往下滑，这边可以输入我们这次要买入的股数。假设我们要买10股，然后呢，我们这边就选择限价单。限价单就是你设定的多少价格，它只会比这个价格更好的价格成交。OK， 那我们选择限价单，然后我们设定价格的话呢，现在194嘛，那我们就设定190。我们先点击有效时间，有效时间的话，我们选择日，就是1天内。如果有成交就成交，如果没成交的话，它就会被取消掉。然后我们点击预览。好，预览之后，你就会看到这次你总共要花多少钱去进行交易，然后它的佣金是多少，就写在下面这一边。那如果你确认好之后，你就点击提交买单就可以了。那另外一档 ETF VT 也是一样，非常简单，我们在上面这边输入 VT。好，那我们输入 VT 之后呢，我们要找 ARCA 这个交易所。这个交易所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然后不要导上面这个，上面这个的话呢，它是 index， 也就是它是指数或者是期货，所以我们就点击这个 ARCA。好，那可以看到现在 VT 的价格的话呢，就是161.36美元。然后我们点击买入，然后一样，我们就选择我们这次要买入的股数，像是你要买10股也可以。然后价格的话呢，就选择比现在还要低嘛，160块钱。然后确认之后呢，我们这边选择有效时间就是1日内有效。然后我们点击预览。然后就看到这边的一个交易的一个佣金是多少，以及这次你总共要花费的费用。那你刚刚有没有发现到，我们购买 VWRA 的时候呢，它的一个最低交易佣金其实是比较高的。那到底在盈透证券里面买 VT 跟买 VWRA 总共要付出多少佣金呢？我们直接到官网来看。好，那首先的话，你就是点击我下方的 IB 盈透证券的中文官网连结，你点击上面这边，然后我们找费用，然后费用这边的话呢，有一个佣金。好，你把佣金点下去。然后往下滑，那我们这边要选择股票 ETF IBKR Pro， 因为我们台湾的投资人开 IB 盈透证券的账户都是 IBKR Pro 的账户。然后接下来的话呢，这边我们就选择股票 ETF， 还有权证以及结构化的产品，点击下去。好，往下滑的话，你这边就可以看到美国，那这边就是美国的，你使用 IB 盈透证券来进行交易，然后购买美股的话呢，你的费用是多少？你会看到它最低的话呢是每股的费用是0.0035美元，那它最低交易佣金是0.35美元，或者是最高1%的交易价值。也就是说，如果你购买一个美国的股票，然后它的价格只有10块钱，那你这笔交易的佣金就是0.1块钱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点击欧洲，我们点击欧洲这边的话呢，来找看看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它的交易佣金是多少。往下滑，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国家都是可以在 IB 盈透证券上面进行购买的。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英国，然后我们要找美元计价，因为我们 VWRA 它是属于美元计价的。你点击下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我们的交易的佣金是多少，也就是交易价值的0.05%。然后呢，如果你的交易的股数越来越多，你的交易量越来越大的话呢，那最低可以来到0.0015%。然后它的最低交易佣金是多少？就是每一笔最低交易佣金是1.7块，然后最高的话呢，则是39美金。所以，如果你是交易的金额比较大，你可能是交易10万美元或者是20万美元的话呢，那其实呢这一笔交易佣金就会对你来讲是影响非常的小的。那如果你还没有 IB 盈透证券的账户，我已经将完整的 IB 开户教学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字体留言栏当中，你可以自行点击观看。那如果你想要先看看其他投资人使用 IB 盈透证券的心得，可以先加入我们 IB 盈透证券的中文交流区哦。那我也将社团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字体留言栏当中，你可以自行前去观看哦。那如果你是一位热心的投资人，也欢迎你将这期影片分享给身边想要投资全球股票的朋友，这可以帮助他们少踩费用以及税务上面的坑，相信会对他们非常的有帮助。那我是不随的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OK， 应该讲完吧。OK， 就这样，结束。